3000年前，我被封为神灵，为保我长生，万物向我供奉生机，至数百里内生机断绝，草木不生。空扰人间，我自求深山，枯坐3000余载，直至100年前，我方能暂时抑制自身死气，回到人间。3年前，我石家中仆姜氏后人，手持信，求我相敬。恰逢天机显露，说我了却此段因果，助江万山，渡此生死大劫，便能彻底掌控自身死气，再不用自求深山，从此逍遥自在。身为罗家家主，我背负罗家诅咒50余年，如今命穷气衰，大限将至，浩儿，今后罗家就交给你了。我死后，罗家家主之位由浩儿继承。自今日起，罗家大小事宜、宗族决策皆由浩儿定夺，族中上下须遵其令，不得有违。是。太爷爷，我不让你死，我这就去搜遍大夏，也要找到那个能解诅咒的人。傻孩子，罗家这诅咒，除非神主驾临，不要白费力气了。我这就找神主。不能的神主。太爷爷，城主，城主，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，城主，城主，神主，找神主，不能找，救太爷爷。你给我下！在，知道。神主是何人？现在在何处？少家主，老奴只是听老家主说过，神主姓石，老家主尊称她石小姐。3年前，落族在云城，除此之外，就一概不知了。这功劳可不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，得想想办法。查，立刻给我查！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找到神主。是，江先生，我儿自打收了一件古玉佩，日夜惊恐，现在更是到了疯癫的程度。我虽莫牙斗胆，请江先生代我求见石小姐，救儿一命。求江先生，请石小姐出山，救我等后人性命啊！诸位快快起来，不必如此。我这就去求见小姐。多谢江先生。让他们都走吧，万物机缘皆有定理。我与江家约定，驻足江家3年，时机未到，我还不能离开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是你的劫将至。小姐，为了我条贱命，还劳您一步寒舍，我深感忐忑。啊！这门槛，我已经用绒布擦拭了多次，您放心才。怎么了，小姐？此处不合您心意啊？疯了！现在骂他2句有什么用啊？到最后，你爸还不是会教训你？你看你爸那卑躬屈膝的样子，简直是把他当皇帝供着。你说爸是不是被他用什么邪术控制了呀？我记得之前给他送水果，那苹果刚给他，直接腐烂了。结果爸不信我，说是我看错了。何止是你，我给他送补汤，汤碗明明放在桌上没碰，突然就翻了，滚烫的汤全溅我手上了，现在还有疤呢。还有江淮，就是好奇摸了一下他的玉佩，谁知道当天就摔断了腿。他不会是个怪物吧？
间别墅确实有些老旧，要不老奴再给您物色一处新的住处？不必了。我虽然能压制自身气息，但人偶有一处，换了他处，若气息泄露，会伤及无辜。此处正好。哦，小姐为了不伤及苍生，宁愿住这寒舍陋室，实乃人间之福。小姐请。妈，你看爸那卑微的样子，到底谁才是他家人呢？嘘，小声点儿，别让他听见了。啊，妈，要我说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贵人，就是我爸的私生女，不然爸怎么会对她那么上心？她吃穿用度都是最顶级的，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待遇。我看她来江家，就是专门抢我们江家的家产的。她敢，把她爪子给剁！看我爸那样子，命都恨不得给了他，还家产呢。你说的对，这小贱人必须从江家彻底消失。江家的一切必须是我们的。老爷，这是您吩咐找的迦南佛业，我们跑遍两江19省，花费10几亿，终于找到了。好，你下去吧。好，终于找到了石小姐要的迦南佛业。好啊！喂，什么？我马上去处理。哎，瑶瑶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石小姐特意嘱咐要的迦南佛业，你务必要替为父亲手送到她手上。是。记住，一定要亲手啊！这就是迦南佛业。爸花费巨资，找了半个大夏才找到的东西，凭什么？凭什么爸对他那么好？真是打瞌睡遇到枕头了。就借这个机会，让那个小贱人彻底滚出江家。妈，你打算去祠堂，把你太奶奶的骨灰放到这个盒子，然后告诉你奶奶，让你奶奶去收拾那个小贱人。妈，可是如果被发现，我们会不会？发现又怎样？整个江家，除了你爸那个老东西，谁会为他说话？即使被发现了，我们也能坐实他拿你太奶奶的骨灰当药材。哼，到时候就算你爸再护着这个小贱人，他也得被赶出江家。哼，嗯。石小姐，这是你要的迦南佛业。确定这是我要的药材吗？石小姐这话怎么说的啊？您可是我们江家家主的心头好，他安排我们送来的东西啊，我们怎么敢给他其他的呢？你确定？当然了，我确妈，你的脸，我的脸，怎么？我的镯子，这可是江家祖传的玉镯，怎么突然碎了？啊？为什么？我老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慌什么？不就碎了个玉镯吗？肯定是贱人搞的鬼，我倒要看看这使了什么邪术。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处理伤口吧？我就不信治不了这小贱人。好。哼。你小蹄子，你把我娘的骨灰藏到哪儿了？要去哪儿啊？石小姐，你就别装了，有人看见了，
你把骨灰藏到了药材里，你要是不主动拿出来，就别怪我们去你房间搜了。万山平日怎么宠你我不管，但若是真让我搜着了，谁也护不了你。给我进去搜。是。搜不到，后果你们可要想清楚。想什么清楚？这是我们江家，我们在自己家还怕什么后果？老夫人都发话了，你们耳朵聋了吗？还不快去搜！是。老夫人找到了，快给我打开！你们在骗我！老夫人刚查过了，太夫人遗物既在佛堂，并没有人动过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把骨灰放进去了，怎么还回到佛堂里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谁叫你们打扰四小姐的？万山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这是不是江家？我怀疑这小妮子偷了东西，怎么是打扰了？什么？你们竟然怀疑施小姐偷你们东西？你凭什么不能怀疑她？爸，是不是你的私生女，让你这么护着她？万山！你们现在最好不要动他，这是他的命情。把我爸害成这样，还拦着我们救他，还有什么脸待在我们家？你要干什么？还不快住手！妈，他肯定有问题，肯定是他用什么妖术把万山害成这样的。万山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就拼了我这条老命，也让你给他陪葬。随你。你。妈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快叫医生！病人各项指标已经降到临界值，家属请准备后事吧。你醒醒，万山，你不能走啊，万山！万山！你不是说好了要赶完起来继承江家吗？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啊？万山，我在呢，你有什么话说？你说。施小姐是我们家的恩人，我走后，你们要像我生前一样，好好待她，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，不然我们江家会万劫不复。山火大人，我们一定好好善待石小姐。万山！万山！为什么你到死都不忘守护那个女人？什么江家的恩人？我看就是这个妖孽把万山克死的。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妖孽继续留在江家。命劫已至，明日德大逍遥。哎呀，小浩，你别在这儿转了，干嘛一定要请那个什么神主来救爷爷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请了个神医，他向我保证了，一定能救活爷爷。太爷爷婚死前说过，只有神主能救，我只相信他。怎么样，查到没有？石小姐现在在江家。江家，家族势力仅次于我罗家的江家江万山。是的，3年前石小姐被迎进江家，在这之前江家摇摇欲坠，
家主江万山更是身患绝症，危在旦夕。自打石小姐进入江家之后，江万山一夜之间病症全消。这3年来，江家更是成为山城豪门权贵世家，比之前不知翻了多少倍。立刻安排车，我要亲往江家，搬请神主。是。来！你气死万山，居然还敢出现在他灵前！就是啊！我不管你是不是我们江家血脉，万山待你不薄。现在万山已经走了，你给他磕个头，然后你就离开江家。怎么，你连磕个头、上炷香都不肯？你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长辈呀？这就是江家那位神秘小姐，真是太没有规矩了。听说老江生前对他特别好，连吊唁都不愿意。石兰，给我爸跪下磕头道歉，要不然我让你今天离不开这个灵堂。今天是万山重要的日子，我可以原谅你们的无礼，现在把嘴都给我闭上。你简直无法无天了！你各位，大家都看看，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我们江家据他倾尽所有，最好的都用心供他。现在万山被他气死，连装都不装了。我劝你们不要自讨苦吃，否则一会儿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少废话，石兰，今天跪还是不跪？要我下跪，恐怕这天下都没有人能受得起。到底什么来头？好大的口气呀！你竟然敢在万山灵前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今天我非要让你给我爸磕头道歉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不要自讨苦吃。那什么东西？自从这个女人呀来到我们江家，我们江家都没安生过。我孙子怀儿摸了她的玉佩，就莫名其妙摔断了腿。我的儿媳给她送汤，就被烫伤了。现在连万山都被她克死了。他刚才居然还要伤害我的孙女，他简直是个害人精啊！妈，万山啊！大家看，这个就是我从他房间里掏出来的，他肯定是用这些邪术害我爸，现在还要害我们江家所有人。这符纸一看就太邪门，难怪江家遭遇这么多倒霉事儿。我们呀，赶紧读读诗啊，别让他那个上面的邪气给沾。说的对呀，真危险呀！你别装神弄鬼，今天你跪也得跪，不跪也得跪，不然我就当着万山的面，就让你知道我们江家的规矩。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什么是规矩。奶奶，妈，好好的怎么摔了？肯定是你搞的鬼。你说是就是吧，还有人想是吗？你这么对我们，万山就是化作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江万山没有真死，一刻钟之后他度过命劫，自然会醒。胡说八道！医生连死亡证明都开出来，我爸尸体都要送殡仪馆了，你还在这说胡话？我看你就是想拖延时间，赖在我们江家吧。这人怕不是疯了吧？人死怎么可能复活呢？他现在就是被戳穿了，现在想编个瞎话蒙混过关。各位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他竟然不认错，还在诅咒万山不得安宁。
这个妖女绝不能留。妈说的对，江家此地这么多，还治不了一个外人。把他绑在灵前，给万山磕100个头，然后把他丢出去。今天就让你知道惹怒我们江家的下场。伤我者天谴加身，我劝你们老实退回去，否则后果不光是你们，就连整个江家都承受不起。天谴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这种封建迷信唬人？江家在这地界也是有头有脸的，还怕一个外乡人的天谴？这话听着都让人觉得可笑。天谴？笑我爸都被你克死了，你还有脸拿天谴吓唬人？石兰，我今天要是不把你绑在灵前磕够100个头，我江淮就不姓江。各位都看见了吧？这妖女不仅害死万山，现在还诅咒江家。她就是怕我们拆穿她的鬼把戏，所以才说这些空话来唬人。妈说的对，她就是在胡说八道。爸的尸体都要入敛，你还在这边瞎话！太过分了呀！就是趁爸去世，让你趁机夺走江家家产。这个妖女，她害了我儿性命，又想毁我江家。今天我就是拼了我这个老骨头，也要让你给万山偿命。石兰，既然你说我们都要遭天谴，那我就看看，最后遭天谴的人到底是谁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，你们确定要这么做？哼！事到临头你还敢怎样？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我说了你们不听，就不要怪我。这太邪门了吧！妖女，你竟敢在万山陵前动用妖法！你，今天不管你耍什么花招，你今天必须给万山磕头认罪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我这刀子不长眼了。待江万山生死劫已过，我与江家尘缘了尽，自会离去。什么命劫？你以为编这种鬼话我就会信你？我活了70多年，我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哼，还害怕你这点吓唬人的手段？你再往前走一步，必死无疑。荒谬！我们江家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此刀凶利，伤不了你，只会反噬其主。你奶奶，什么情况？他的话显灵了，真的！奶奶，你别吓我呀！奶奶，快呀！快送医院！什么情况？该不会真像他说的，这是天启吧？专门惩罚不敬他的人吧？这显灵，咱们可别惹他。什么捅自己身上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爸都是你害的！我跟你拼了！妈，没事吧妈？你看他家老夫人都进医院了，他们都不关心，还在那揪着这些小事不放。是啊，孰轻孰重都分不清。他刚才警告过江老太太，说什么如果老太太再往前上一步，必死无疑。结果呢，老太太马上送医院去了。这夫人又上去了之后，花圈又砸到身上了，这也太巧了。该不会？对呀，这真是什么天谴？别乱说话，小心鬼不上身。都别见多胡说，这就是个意外。说的根本不是这样。没错，他就是在装神弄鬼吓唬我们，大家不要上他的当。什么？因为石小姐的几句话，江老太太把自己送进了医院，他们敢动手打石小姐？是，石小姐当时就说过，他们要是敢动手，必定会遭天谴。让我的人继续盯着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是。少家主，这就是巧合吧？还是石小姐真的有神力啊？
这绝对不是巧合。爷爷说的没错，石小姐，只有她能解决我们的麻烦。再快点，今天必须把石小姐接回家。是，少家主。贱人，你到底用了什么邪术？大闹灵堂，让我们江家在所有人面前出丑，你真以为我们不会杀了你吗？区一个小野种，不过是学了点装神弄鬼的把戏，你以为拿我们都当傻子吗？伤我者天谴加身，这只是警告而已。你们此刻的所作所为，自以为知己正，其实就是断了他的生机，更是将江家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我刘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都不信这些。你不过是想利用这些巧合，逼我们妥协，然后让我们承认江家你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小贱种，还敢嘴硬！夫人，拿来。是。石兰，这是我爸生前给你的所有资产，加起来至少100亿。你一个区小野种，凭什么拿我们家这么多资产？现在必须全部给我还回来！这江家老爷子是疯了吗？为了一个私生女倾家荡产啊！怪不得江家都不喜欢他。不止这些，还有你今天大闹灵堂，让我江家不知损失多少，你都要连本带利的还给我们。没错，要么现在还钱，要么我们就报警，告你骗取巨额财产，还间接害了我奶奶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这副蛇蝎心肠。江万生给了我实力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要。那是我们江家的钱，你一个私生女凭什么不还？这些与我都是浮云，既然江万山赠与我，便和你们江家再无瓜葛。他的气息已经开始复苏，最多1刻钟便会苏醒。我现在若走，他必死无疑。15分钟，死人复活啊！荒谬！以为自己是神仙吗？石兰，你能不能编个像样点的借口？我爸都已经躺进棺材了，整个云城都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你说他会活？你拿我们和在场的各位都当傻子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让警察把你带走。没了你，江家才会安宁。对，立马还钱走人，1秒都不许多待。找死！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，我看你才是找死！他此刻气息不稳，我必须帮他度过此劫。还敢装神弄鬼，以为拿几个破叶子飘来飘去就把我们当瞎子吗？贱人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！我让你装神弄鬼，我让你装神弄鬼，让你装神弄鬼！瑶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贱人，你又搞什么鬼把戏害瑶瑶？此乃护魂阵，可以维持住江万生的气息，可以帮他度过命劫，撑到苏醒。你毁的不是草药，是他最后醒过来的机会。这是护魂阵的反噬，也是他的生机在警告你。什么狗屁护魂阵，少骗人！反噬只是开始，再有人毁他的生机，恐怕你们江家承担不起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会有什么后果。夫人，这是你让我突然找的黑狗血，说这最能驱邪，只要泼在他身上，他那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就没用了。贱人，你现在主动把钱还回来，再给我们刻100个头陪葬，我可以考虑不让你难堪，否则这盆狗血泼在你头上，你这辈子抬不起头来。就是，我们已经对你仁至义尽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乖乖照做，否则不会让你好受的。拿黑狗血驱邪，你们怕是想用邪祟当做借口逼我离开。江万山还没醒，
你们就急着抢他的财产，到底谁才是搅乱江家之人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别怪我了。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自食其果。冥顽不灵，不知悔改。泼出去的狗血，怎么还能回来？就是啊，该不会真的是妖怪！妖怪！妖怪！赶紧给我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我看谁敢！又来这么多，这是他！哎，这不是罗家少爷吗？那个从来不出席任何商宴，连师长都请不动的罗家少爷，他怎么会来参加江家的葬礼啊？天哪，江家何德何能啊！罗家权势滔天，平时见一面都难，今天居然主动来吊唁。难道江家要靠上罗家这棵大树了？这叫飞黄腾达呀！对啊，是啊。罗少，真没想到您能来，我爸爸要泉下有知，也不枉此生啊。罗少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可真是我们江家……亵渎神主，你找死！拜见石小姐。可能？这不可能！罗少竟然给他下跪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石小姐，这是我罗家的传家之宝，龙凤镇邪佩。如今，我愿将它献给你，只求你出手救救罗家。龙凤镇邪佩，我在古籍里见过记载，那是罗家的命根子，传了几十代都没动过，是真宝贝，居然要献给他？为什么要给他？石小姐，我知道罗家先祖有眼不识泰山，但现在罗家上下被邪气缠上，已有半数人昏迷不醒，而我太爷也寿命将至，真的拖不下去了。求你，求您看在100年前的情分上，出手救救罗家。100年前的情分？是，我太爷说过，100年前，我罗家祖先在古墓里遇见过您，您告诫过他，不得擅动古墓中的遗物，否则将对自己和罗家带来灾难。石小姐，当年祖先不听您的告诫，把古墓中遗物带回家后，罗家就开始怪事不断，先是随从暴毙，后来罗家先祖也得了怪病，直到后来请人做了法，才暂时压制住了怨气。可这100年来，怨气不断的壮大，如今已经压不住，整个天下只有石小姐您能救罗家呀。只要石小姐救罗家，我们罗家上上下下任凭您差遣。我罗浩起誓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无二话。若有虚言，我罗浩自愿废去权势，让罗家退出商界。但凡违背承诺，任凭您处置。这股怨念积压已有1000年有余，又受罗家供奉100年，此时复出，目的绝非区区一个罗家，恐江城乃至整个国家都将沦为其养料，需尽早压制为好。我可以帮助罗家，谢谢石小姐，谢谢石小姐。但是罗家必须要做2件事情。别说2个，千件万件，我罗家都照做。第1件，罗家必须把之前拿走的古物原封不动送回到古墓，让逝者安息，绝不可因为贪恋留下分毫。第2，往后罗家要多做善事，积善行德，以弥补你们先祖犯下的过错。定当遵照执行。起来吧。谢谢石小姐。罗少，这贱人就是骗子！你看我家被他害成什么样子了，千万别让他给骗了！放肆！我罗家行事，何须你等说3道4？你们如此辱没神主，我罗家休以为伍。从今以后，我罗家与江家断绝一切关联啊，永不往来。罗少，我们都是为了您好啊，您可千万别被他给蒙蔽了。江万山命劫已解，我与江家缘尽至此。站住！
现日不把我们家的100亿还回来，你休想踏入这个门！爸，他现在有罗少做靠山，而且万一他说的真是真的，爸没死，那我们可就……你爸死得透透的。再说，我们现在与罗家交恶，如果以后江家倒了，有了这笔钱，足够我们潇洒几辈子。有道理，今天必须把钱还回来，否则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石小姐欠的记在我们罗家头上，但你们江家要是再拦着，就别怪我们罗家手狠。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罗家权势大，事后不认账，我们江家找谁说理去？对，要么现在就把欠我们江家的100亿都还了，否则别想走。100亿，满意了吗？居然是100亿！怎么这么多呀？江家这次啊，我看可是捡了大便宜，那可是100亿！怎么？你看见没有？怎么回事？真的动了！神女石兰，一别3000年，终于又见面了。石兰拜见天神。爸，他真的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医生明明说，难道石兰说的是真的？爸根本没死。我没看错吧？爸真的活了！那贱人难道真有这通天的本事？我们那般得罪他，岂不是要……不可能！诈尸了！还真活过来了！诈尸了！不可能的！金色纹路，我真的没事了，是小姐救了我。婉珊，咱们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啊！爸，太神奇了吧！小姐啊，小姐呢？谢婉珊，你亲生女儿都在这儿呢，你刚一醒就找那个私生女，你还有这个家吗？哎，你胡说！不对，我记得我昏迷之前，你们还在诬陷她呢。你们都干了什么呀？你们！爸，你刚醒，先别激动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别碰我！爸，干嘛？他就是个灾星，你别让他骗了。懂什么呀？爸！哎呀，这怎么跪下了？石兰，你自苦修3000余载，如今将万山一劫一解，你于世间尘缘已了，消除此生记忆，随我入仙界吧。感谢小姐的救命之恩，我江万山无以为报，愿为小姐的万世之奴，世世代代侍奉小姐左右。江先生，石小姐说了，与江家无缘，将随我前去罗家，你没有必要再这样。什么？小姐在江家明明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又离开啊？那你应该问问你的妻子和儿女，他们对石小姐到底做了些什么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？明明是他害我们的，我都成这样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你女儿伤成这样，你也看不见，我们俩差点被他害死。还有咱妈，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，我们差点死在他手里，都是拜他所赐。他是江家的祸害。爸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要偏心他吗？我和哥也是你亲生的呀，你怎么没有对我们这么好？石头书记，你们还在骗我吗？小姐根本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江老哥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情谊，我实在不忍心你被蒙在鼓里。一开始，你母亲为了赶这位小姐走，拿刀威胁人家，结果反伤了自己。江夫人说，为了驱邪，又给人家撒黑狗血。刚才还让罗少给他们签了100亿的资产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们，爸，你别听别人挑拨，
那妈妈和奶奶也是为了咱们江家呀！你们居然我们一家人都被他给害死了！你醒来不问我们的死活，只关心那个私生女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胡说八道！还说什么私生女？小姐她身份尊贵，你们这么说是对她的亵渎。自从她来到江家，你对她点头哈腰，有求必应。她这3年白吃白喝，她3年的开销都比得上瑶瑶和江辉30年的开销了。她不是私生女是什么？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我们江家世代都是石小姐的家奴，别说我们家的钱财，就是我江家所有人的命，都是小姐的。难怪连罗少爷都对他毕恭毕敬，原来他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们江家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，全靠小姐的庇护，没有小姐庇护，我们江家都不会有今天。就算是有金山银山，也会转瞬化为飞灰，你懂不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们江家的财富都是因为他？可是我每天看他好吃懒做的呀。是啊，爸，咱们江家的产业不都是你一手打拼出来的吗？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多年前我遭遇抄家逼债追杀，是小姐救了我的命，我才去请石小姐。是小姐救了我的命啊！后来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，石小姐才肯区据我们江家，并为我江家聚起万贯家财。要没有石小姐，就没有我们江家的今天。还有，这一次我能活过来，也是因为小姐助我度过命劫。不可能，这太荒谬了！如果他真的护着江家，为什么天天看着江家人遭罪？这是哪门子恩人啊？这明明就是劫数！你简直就是无可救药！小姐宽宏大量，才不和你们计较。如果不是你们，因为你们几个的无知、贪婪，怎么会发生这些事儿啊？你说。回天神，此番尘缘并未了却。3000年前，你与挚爱共立誓约，要同守人间，可如今只剩你一人。挚爱不可负，誓言不可破。石兰只愿永留人间。以你永生之躯，往后岁岁年年，需日日承受的是无尽无休的相思噬心之苦。你当真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。好，既如此，那便随你去吧。小姐，求您，看在江家多年侍奉您的份上，就留下来吧。天劫已至，多说亦无用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小姐，我知道，是我家人对你不敬，他们已经付出了代价，我这就替他们向你磕头道歉，求你不要放弃江家啊！你命劫度过之日，便是我的大逍遥之时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踏入江家半步。小姐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改呀，小姐。就饶了我们一次吧！哎呀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跪下来，给石小姐道歉！若石小姐不留下来，我们江家会有大劫难的。这么多人，你让我的长辈给他下跪，不可能！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要不是石小姐，
你都活不到今天。我现在让你跪下来给他道歉，你都不肯啊！你是想害死我们整个江家吗？我就不跪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我凭什么给他磕头道歉？小姐，站住！俺就把他得罪死了，你现在追出有什么用？他能回来吗？怎么就是执迷不悟呢？当初我昏迷的时候，你明明答应我要善待石小姐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可你为什么要为难她？为难她？为什么非要把石小姐逼走？现在好了，石小姐走了，不管我们了。你告诉我怎么办？善待他也得有个度啊！他来江家3年，你把他像祖宗一样供着，就算是他救过你的命，这点恩情也该还完了。再说今天这件灵堂的事，只是巧合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给我站住！我不许你去求他！妈，你别追了，他已经决定了，你再去追他也只会更瞧不起你。妈和哥说的对，我们江家又不是离了他就活不了了。哎，你懂什么你？没错，以我们江家的根基，岂是他1、2句话就能毁的？再说，我们现在有罗家的100个亿，就算江家产业全完，我们也能潇洒几辈子。爸！这怎么给撕了呀？这些都是我自愿奉献给小姐的。石小姐从不欠江家什么，罗家也不欠我们江家什么。江万山，你干什么？无知的蠢妇，你享受小姐给的庇佑，你非但不知道感恩，还对她如此冒犯。如今我们失去了江小姐的庇佑，自己该承受这应有的惩罚。但是你们记住，江家的基业是毁在你们几个无知的混混手里的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咱们跟恒业集团合作的商业楼开发项目，今天早上被迫停工了。南方建材也突然发来终止函，说是不惜承担双倍违约金，也不跟咱们合作了。初步算下来，这次损失至少200亿。怎么这么多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这样？我问了半天，都说是怕招灾，其他的就没多说什么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天罚！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石小姐已经离开江家了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江家在江万山葬礼上故意刁难石小姐，把人逼走了。石小姐现在已经去了罗家了。太好了，江家简直是自断生路，给咱们机会啊！我们有救了！我这就派人把石小姐请回我们刘家。你急什么？哎，对啊，论起应该是我先急，我儿子今天晚上可能就没命了。你呀，好歹是靠仪器还能撑2天啊！再说，我和骆家还是有些交情。等，交情算什么？石小姐只有一个。喂，赶紧给我开车，罗家别墅，快！我早上司机在楼下等着了，你也别跟我抢！你们别想跟我抢！石小姐必须跟我！哎呀，别跟我抢！快，多派几个人去罗家别墅门口守着，拦住别人，一定第一时间把石小姐请回刘家！快！石小姐一路辛苦了，我已吩咐罗家众人在此恭迎。各位，罗家现在遭遇诅咒，能不能解决问题全看石小姐。往后，石小姐的任何需求必须无条件满足，对待石小姐要比对待我更加的敬重。谁敢有半分怠慢，我绝不姑息。是，我看他也就20出头吧，能有什么大本事呀？小浩，你别是病急乱投医，随便找个江湖骗子来撑场面。二叔，石小姐不容置疑，你再胡说八道顶撞石小姐，我就请你滚出罗家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万一她不靠谱呢？没有万一，石小姐的能力轮不到你质疑。不想添乱就老实站着，否则
别怪我不讲情面。石小姐，既然您已选定离娄家祠堂驻足，现在我就把太爷爷接过来。不。那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？您尽管提出来。极北万丈冰层下的冰魄需3两，不可多1钱，不可少1分。承受过9次天雷洗礼的雷击木心，需中段，需1尺3寸。地脉灵乳需晨曦出露时采集，7滴，滴滴圆润饱满。这些都是闻所未闻啊！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就是故意刁难。哎呀，石小姐，您要这些东西，先别说能否找到，就算世间真有，恐怕穷尽我罗家之力，一时半会儿也……是，我现在就安排人手，尽全力亲自去取。果然，罗家所说并非诅咒。罗家先祖与这股怨气纠缠太深，借罗家之势蛰伏在此100年，如今已发展得如此壮大，再不压制，整个城市恐将沦陷。让他们都离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任何人靠近。哎，石小姐，这祠堂内供奉的可是我罗家历代先祖，除了我罗氏男丁外，任何人都进不去。你身为外姓人，又是个女子，就这样贸然闯进了祠堂，万一冲撞了罗家祖先，你可担待不起。二叔记性不好，我就再说一遍，石小姐的任何要求，罗家上下必须无条件满足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不必多了，尔等本该于案件潜心修行，洗其怨气。如今无视3界秩序，擅自越界扰人间清净。今日我既然已踏足此地，尔等便是死期已至。罗少，请务必代为通传，留下刘崇山求见石小姐一面，家父危在旦夕呀！是啊，还有我们李家，我家公子昏迷3日，群医无策。罗少，只要石小姐肯出手，我李家愿奉上半数资产。哎呀，我儿子只剩1口气了，还请代为通传，让石小姐给指条明路吧！啊，诸位，稍安勿躁。你们说的这个石小姐，其实就是个江湖骗子，她竟会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打嘴炮。罗少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是啊，石小姐的本事大家心知肚明，你这样不让我们见石小姐，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骗我们啊？是啊，罗少，不止现在你们家需要石小姐，我们各家家主也都是人命关天呐！对啊，你不能太自私呀！我们要见石小姐，我们要见石小姐，石小姐。诸位，我说的可都是千真万确的东西啊，我可没有戏耍大家的意思。而且，我认识一位世外高人，能力要比这个石小姐高得多。他精通上古续命秘术，手段非凡。现在，也只有他能够救我们所有人。我们可不管什么世外高人，我们就信石小姐。对，我们只信石小姐，其他的都是幌子。你要是再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就闯进去了。走，走。这样，你们要是不信我的话，我可以让这个高人先来给我爷爷治病，等你们看了有了结果，到时候你们再下定论也不迟。诸位啊，
诸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游仙贾佑德，贾高人。贾高人是我特意请回来救我爷爷的，只有贾高人能救我爷爷。我倒要看看，是真有本事的高人厉害，还是只会空口白话的骗子高明。高人，我爷爷就拜托你了，只要能给爷爷续命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罗家绝无二话。罗少放心，老夫钻研上古无医之道数十载，精通各类续命禁术，与那些欺世盗名、只会耍嘴皮子的江湖骗子，自是云泥之别。区区100年，便汇聚这么多冤孽，看来该好好整治一番。有人以妖兽供养怨念，石小姐，求您出手，救救我爷爷，救救罗家吧！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们了。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我……没有啊！且为引，以魂为质，有名强续生之。这是怎么骂呀？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！人人凡事根源不可触啊！高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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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人！事情就是这样，石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着急救爷爷。没想到，恐怕受害的不止你爷爷吧？是，石小姐，你真的料事如神。那名巫医已经彻底断气，还有屋子里的族人，他们因此受到牵连，医生也是束手无策。石小姐，只要你现在肯出手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召集罗家族老。好，是。想救他，必须毁掉罗氏先祖牌位。荒谬至极！祖宗灵位乃一族之根，你竟敢让我们毁掉罗家祖宗灵位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！你这是对我们罗氏宗族的极致亵渎！不错，侮辱我罗氏家族，动摇我罗家根基之举，绝无可能。就算是天塌下来，也断不可毁掉灵位。石小姐，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？祖宗的牌位不能动啊！怨念与宗祠气运纠缠，如果不断其根本，净化意识徒劳。你们的祖先是盗墓之徒，积攒了不少死灵怨念。方才你们口中的贾大师，亦是做了很多不可弥补之事，撼动了这些死灵怨念，把他们的怨气加到你们老家主身上。眼下只有毁掉牌位，断了你们罗氏与祖先的关系，躲避死灵怨念，才可以撼动其根本。这是唯一的方法。胡说八道！此等亵渎祖宗之事，我罗家宁死不为。祖宗牌不可动，这是铁律。杨儿啊，你切莫再被他迷惑，毁牌位乃动摇家族根基之本啊！这我等死后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？杨儿，你也不要为难，我知道你这也是为罗家好。现在浩儿有要事在身，管不了这个事情。
那我们几个族老今晚就要做一次恶人，将这骗子赶出去。几位族老，可是罗浩跟我说过呀。不必纠结这个，若是浩儿知道，他也会理解的。你们到底是毁还是不毁？痴心妄想！毁人先祖灵位，断其血脉传承，有违天道禁忌。身为神，我必遭天谴，既答应罗浩要救他太爷爷，这天谴我定要扛上一个。毁人先祖牌位，遭天谴了吧？毁我先祖牌位，就是与我罗氏为敌。妖女，你敢毁我罗氏先祖牌位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来人！将这妖女给我乱滚打死！不可！他害得我罗氏家族先祖不得安宁，真是我后辈不孝啊！今日不把他打死，枉我为罗氏后人。没错，对，两位族老有话慢慢说，石小姐也是一番好意啊。娘儿，你别管，他都毁了我罗家宗祠，这个仇不报，就算我死了，也没脸到地下见祖宗啊！你们动我，就是在挑战天谴。刚才所做的一切皆是徒劳，只会接受天谴的反噬。我说话你们没听见吗？再不上，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！给我上！都给我起来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给我打死他！好啊，你们不敢，那我来！族老，打死这个妖女！打死这个妖女！哎呀！石小姐，石小姐，石小姐！算他跑得快，这个仇我们罗氏记下了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扒了他的皮。嘿，就是大哥，我们要报这个仇，不然我们没脸都无法下去见祖宗了。族老们呀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向小浩交代？瑶儿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这也是捍卫祖先的威严。就是浩儿知道了，他也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。少爷，因为我不知道族老昏迷了，现在族里人心惶惶，他们都说诅咒彻底发作了，罗家要完了。闭嘴！我知道了，以后不许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听到没有？少爷，你又怎么了？老爷子的生命体征还在下降，器官衰竭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我们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只能延缓，无法逆转。真的非药师所能医。是否还是想办法请石小姐？请她？上次族老们已经把事搞得那么僵，还伤了石小姐，她人都走了。你们听着，这件事谁都不能再提，尤其不能让小浩知道，明白吧？是。有办法的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。对了，咱们库房里不留着出500年的老参吗？把它拿出来，给爷爷吊命。另外，联系国外顶尖的医疗团队，多少钱都不是问题。是，那快去啊！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姐，你的伤……天谴所致，休养片刻，便无大碍。
你的死气已消散了。既然死气已消除，不是应该切断凡尘，飞升仙境吗？为何？我舍不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也被那东西缠上了吗？终于轮到我了，我不会也要死了吧？原来有多的人被影响，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不行，现在必须找到小浩，告诉真相，让他去请施小姐，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罗家怨念恢复极快，我以旁人之心讳其牌位，终不及罗家后代亲自断其根来。小姐，罗家都这样对你了，您何必还挂念他们呀？罗家祖老的坚持也未必有错，天道亦有传承，更何况是人道，毁祖断根之举，凡人却难以接受。即便我以3000余手，亦有不可割舍之时。可他们不知好歹，辜负了小姐的好意，如今自食恶果，也是咎由自取。小姐，你何必再为他们耗费心神？我答应过罗浩要救他太爷爷，虽然罗家自食恶果，但承诺既出，便不可半途而废。现下怨念复出，诺言不算完成。阿生，小浩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阿叔，家里和太爷爷一切都还好吧？石小姐吩咐我找的东西，我都找回来了，马上就能救好太爷爷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石小姐呢？小浩，我做错事情了，救我！你怎么敢？你们怎么敢对石小姐动手的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石小姐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。少家主，不好了，老爷的病情加重了，喘不上气儿来了。什么？阿叔，你去看护好太爷爷，若再有半分差错，家法处置，立刻备撤。我要去亲自请回石小姐。是。小浩，让我跟你一起去，我犯了错，我要尽全力去弥补。石小姐行踪不定，你上哪里请啊？少家主，这是石小姐落在祠堂的玉佩。这难道是先祖手札中提到的秘境无涯幽谷？立即出发，去无涯幽谷请回石小姐。夫人，董事长，不好了！海外分公司被黑客攻击了，客户资料、核心数据全没了。几个大客户发来终止合同，还要告咱们违约。怎么回事啊？法院发传票了，说多家供应商联合起诉，要我们偿还欠款，还要查封别墅和公司大楼，用来抵债。这不是真的！妈！哎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让你们善待施小姐，善待施小姐。我们郑家所有的荣华富贵，那都是施小姐给的。可现在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难道施阳真的是神主吗？这是报应，躲不掉了。还不赶快随我去给施小姐赔罪，求她原谅。
小姐，罗刘两家已经来到幽谷，知道了。有您的墓穴引路，他们可能很快找到入口。您的伤无妨。走快点，我们时间不多了。小浩，我们在这山洞里都转了1个多小时了，石小姐真的在里面吗？不会错的，石小姐肯定在里面。走吧，走。李管家，老爷子的多器官衰竭正在加速，我们用了最大剂量的强心剂，但还能撑多久？最多2个小时。而且我们还发现，在老爷子血液里出现了不明黑色絮状物，所有抗生素都无效。不行，现在再给我保住，一定要等少爷回来。是。坚持住！先从手札记载日家幽谷的入口，就在这个通幽门深处。我挖了这么久，这个门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手札上没有记载入门的方法呀！再坚持一下。你看，是不是罗家人来了？他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石小姐的踪迹。小姐，罗刘两家已经到了，现在已经到了通幽门。小姐，若是不想见到罗家等人，前老奴将他们打发了即可。为何？大道无事，天眼四角，断去其意，视为变数。他们能不能抓住这一线生机，且看天意吧。是。江万山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罗少，好巧啊！罗少，我们看来江家的教训还不够深刻。罗少，你们过来应该也是来找石小姐的吧？不知道石小姐在罗家发生了何事，为何来到如此隐蔽的地方？无可奉告，倒是你，当初在灵堂羞辱石小姐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？赶紧滚，别打扰石小姐。罗少，我们自知罪孽深重，但请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，让我们亲自向石小姐赎罪。罗少，前面的种种都是江某教子无方，但眼下这是我们江家的唯一生机，还请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就不要断了我们的生路啊！没错，我们自知不配，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。罗少，这这门如此奇特，江先生，你们找到这门的开启方法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早就到了，只是无法通过这扇门。罗少，我们此次前来也确实是诚心的向石小姐致歉。罗少，你们跋山涉水而来，想必也有重要的事情吧？那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，这怎么开门？对呀，时间不多了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但是你们要干坏事，或者对石小姐有半分的不敬。罗少，你放心，我们江家上下但凭差遣，绝不敢有二心。是。行，拿四处照照机关吧。且慢，罗少，根据先祖的手札记载，这山谷附近的山石与草木，常被有剧毒的山兽和蛇蚁盘踞，这人万一不小心碰到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怎么样？会暴毙呀！所以我们才选择了最笨的办法，徒手去刨门。徒手？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今天必须得见到石小姐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怕。好，
我也不怕。你们别！哎呀，愣着干什么？也找吧！小姐，他们徒手翻爬善事，五人均已身中剧毒。去打开通幽门吧。这些忘恩负义之徒，他们也配踏入圣地？诚心已至，去吧。是。门开了！石小姐，石小姐，石小姐拜见石小姐，拜见石小姐，拜见石小姐，石小姐，我们错了，石小姐。都解了，多谢石小姐，谢谢石小姐，谢谢石小姐。石小姐，我罗浩这家无妨，致使族人冒犯神主，此乃我罗浩之过。我罗浩愿用100年基业和自身性命起誓，从此罗家上下为神主之命是从，绝无二话。若有虚言，天诛地灭。只求石小姐再给罗家一次机会。小姐，我江家罪该万死，往日种种，皆因我等贪婪愚昧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敢求小姐原谅。只要小姐看在往日老奴与您有救的份上，救救江家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，我江家愿倾尽所有，赎清罪孽。一群小小之辈也配踏入圣地？若不是小姐心善，早已将你们赶了出去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都是我们咎由自取。石小姐，我甘愿放弃一切，只求你出手救救我太爷爷。怎么办呢？我连求饶的资格都没有啊！小姐，是我教导无方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遭遇此等磨难。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，求求你救救江家！还有我，石小姐，是我最先污蔑你，我罪该万死，求石小姐饶恕。是我蠢，是我瞎。石小姐，是我不识真神，妄自尊大。我不仅怀疑您的能力，我私下还请来巫医，害得爷爷病情加重，还连累全族。我要你干什么？我要让石小姐看到罗家的诚意。放肆！此乃圣地，不可见血，休得再胡来！我以此血立誓，若石小姐愿救罗家，我罗阳愿自废姓氏，永生为奴，侍奉左右，一赎前罪。若有违逆，天诛地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石小姐，那些宝物我已命人寻回，送至古墓。以前是我太蠢，不懂得您的良苦用心，如今我已诚心悔过，愿您救救我爷爷。没想到罗家为了求石小姐回去，居然做到这个份上。到底怎么做才能让石小姐救救江家？爸，照这样下去，他不会不选择我们了吧？造孽呀！
愧疚、决绝，皆在他心中，痛苦至极，但不曾后悔。虽然曾经悔过，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他们今日所受之苦，皆是往日所中之因。若我出手相助，亦是斩断我与他们最后的牵连。尘缘一见，方得真正的逍遥。罗浩，你临大事有静气，见绝境而不弯，可堪造就，也不辜负我对你的考验。石小姐，意思是原谅我了，肯出手救我太爷爷。起来吧。多谢石小姐，多谢石小姐，多谢石小姐。我的手居然没事了。罗阳，你现在回罗家去照顾罗家老家主。是。罗浩，你随我去罗家祠堂。是。小姐，那我们呢？是小姐。小姐，那我们的是小姐。江万山，小姐在离开江家那时便已经立誓，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再踏进江家一步。江家走到如今地步，皆是咎由自取。你们请回吧。不，石小姐，我们是真心悔过的。你看，我们全家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你不要不管我们江家呀。事已至此，已无任何回旋余地。怨念已侵入罗家家主心脉，此刻我们回去，正是最佳的救治时机。走吧。退下。守住所有出口，不得让任何人打扰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石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怨念得不到供应，已经开始暴动，现在是最后一波。石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太爷的情况不太行。我太爷爷怎么了？看来要动用本源之力了。我从未见过这般场面，石小姐竟有如此的法力。我胸口好疼。是时候千地玄宗万气本根，破除邪障，还复其名。石小姐，石小姐，我代替整个罗家郑重感谢你。不用了，去看你太爷爷吧。哎呀，醒了醒了！爷爷，来，慢点，奇迹啊，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怎么样？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小浩，快来，爷爷醒了，爷爷没事了。太爷爷，你没事就太好了。是神主救了我。抱歉，太爷爷，本来你不让我打扰神主，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罗家出事，于是我就把罗家的命脉交给了神主。神主本来是看不上这些东西的，只是其心善，出手救了罗家。此恩
重于我们罗家的100年基业呀！这神主是要了却我们罗家的最后因果呀！小豪，石小姐她去哪儿了？石小姐还在祠堂，是有件事情要处理。对了，太爷爷啊，聪明的族人已经清醒了，看来我们罗家的危机已经彻底解决了。好啊，好，快带我去见石小姐，快！慢点，来，走慢点，慢点。家主，您恢复好了，快请起！你们这是？家主，我等听说您平安无事，万分欣喜，于是我们就在外面等着，怕打扰您的清静。家主，您这刚恢复是要去哪儿啊？当然是要亲自去道谢了。还有我们，各位家主，你们方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老罗呀，你没事就好呀。石小姐真是神通盖世，恩同再造啊！所以我们几个特意来拜谢一下石小姐。敢问各位，石小姐何时出手相助？我记得石小姐并未去过各位家中啊。石小姐确实没有去过，但是我们几家的经济危机能够解决，多亏了石小姐。对呀，是啊。哎呀，说来惭愧呀，我们李家先祖也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，才惹得怨念来纠缠呀。石小姐来罗家，我们一直关注着。是呀，石小姐以神力压制怨念，我们都知道啊。没错，我回到家，发现我父亲的病奇迹般的痊愈了，还发现石小姐不仅压制的是罗家的怨念，而是整个江城的。不仅我儿子活过来了，我的痛风竟然不治而愈了。石小姐不仅解救各家于危难，更将我等顽疾痊愈，此等恩情该如何报答呀？是啊，无论如何报答，都配不上石小姐。我们不如奉石小姐为祖，待有驱策，万死不辞。好，我们罗家愿为前驱。好。自今日起，实揽神主之名，刻入我罗氏祖祠手碑，尊为我罗家永世供奉之祖。罗家子弟见名如见祖，世代供奉，香火不绝。妈，要不我们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医院。这几天，经常梦见我们没有陷害石兰，石兰也住在江家，可惜梦醒了。因果阴阳，尘人已断，罗家的供奉，江家的忏悔，各大家族的臣服，这人间烟火，万丈红尘，于我再无束缚。石小姐，石小姐要去往何处？天地间各处。那石小姐，你还回来吗？因果已了，从此逍遥。